这一次仍然是一期余料消耗的视频，这一次消耗的是这一块比较小一点的华达尼，它还是跟上一次做裙子是一个面料，只不过是颜色不一样，也是之前做正装的时候剩下来的。这一次的设计呢，我就参考了这本书里面一个1890年代的这个骑马束腰，由于剩的面料比较少，所以就只能做一个小一点的束腰。束胸衣的话，可能就会需要更多的面料，所以就选择了这个参考。它原版的上下两边的蕾丝装饰设计我还是有所保留，只不过换了一种实现的方法。它的这个版型呢，我是用了上一次的那个裙子的上身上半部分，为了省事我就不重新画了，只在这个原有的基础上去改一下。关于这个版型呢，它的分片跟这一个1890年代这个骑马束腰的这个分片不太一样，它的分片会比我这个版型要多一点，所以我现在除了要重新踏一遍以外，还要把我原版这个设计的前六后六12片版的这种版型给它改成像它一样前六后六两边再各加一片，一共14片。这次的这个面料不仅是剩下的，就连这个画版型的纸也是剩下的，咱就是说非常的节约。然后在画这个版之前呢，也要把这个就是给它修整齐一点，因为是剩下的纸，所以它4个边都不是很整齐，还有一些之前画的痕迹都要给它剪整齐，把那些以前的还有一些版型上不要的线全部给它擦掉。这里呢也是可以分享一个画板的小技巧，就是这一条弧线我如果想给它往里面放个1-2厘米，想缩小一下它的版型的话，就用这种半透明的纸去把这一条弧线去给它踏一遍，踏一遍之后再在反面踏一遍，一定要用铅笔，然后用反面踏过来之后就可以对比你到底要缩小到多大，然后再画一下，把反面踏过的铅笔粉给它印到纸上，然后再顺着那个印记再去修这条弧线，然后把这条弧线修得足够顺畅就可以了。但如果说你并不嫌麻烦，然后多画2下，又或者你已经知道你大概要缩小多少了，直接画都是可以的，只不过这个方法呢会比较容易让你保持整个版面的整洁。这个版型的修改部分呢，就是我原先的版型它是少2个裁片的，多加这2块裁片的话，就需要从前面和后面各取一部分，然后取的这一部分给它先用这种软一点的板纸去给它踏出来，踏出来以后，它中间就会留一个像省道一样的这个空白的地方，就用那个缝纫机给它踩一下压一下就好了。压一下之后呢，这个弧形的地方它不太容易去贴合到就是我下面这个板纸上面，就需要再给它打一下剪口，打了剪口就可以很平整的贴到下面，可以让我很容易的去踏一下这个版型了。确定好这个版型要放的位置之后，我就把它别上去，再用熨斗压一下就可以去描了，但是很顺手的就开了一下蒸汽，因为它是纸本不应该开的，但是我就忘记了，所以不过没关系，还是继续就是把它的这个版型描下来，描下来之后还是用这种弧形尺去修整齐就可以了。这个版画完了的话呢，还是继续去做一下样衣。然后样衣对于我来说的话呢，就是除了去看一下你的版有没有问题，看一下整体版型效果以外，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去提前熟悉一下它这个
做成衣的时候会用到什么样的缝合方法会比较合适，所以样衣还是蛮重要的。我在裁片的时候，把每一个裁片都多裁了2片，去保持它的硬度和厚度。包括说这个鱼骨，我也给它换成了硬纸板，这样子会节省一些材料。这一件束腰的闭合方式呢，我是选择了用扣子去替代它，那个时候的就是卡扣铁片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但是因为它虽然是参考了那个年代的束腰，但是功能并不一样，它并不需要承受很大的拉力去塑那个形，它更多的是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，所以我就给它用扣子也是可以的。包括说它后背这个拉绳，我也是为了去节省材料，所以去没有打孔，就直接用这个针去穿一条线去凑合用一下。它这个上下2道装饰花边的话，上面还是一个简单的抽褶，下面的话我是打算去用手去缝一个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按照中线去缝的话，它才不会有一个明显的缝合线迹，这样子的话，它整个效果会更好一点，而且上面和下面都没有缝合的线迹的话，它的整个体积感也不会被破坏，所以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，但是效果会更好。样衣确定了不需要改之后呢，这个板就可以去整理了。然后还是像之前一样，把每个部分用不同的颜色标记一下，标记之后，然后名字也写好，这样子也是方便之后保存使用。这次这个版型，我是用的这种半透明的复写纸去裁的。这种纸的话会方便的多，不需要你再用那种就是复写板放在下面去踏这个版型了。但是这种纸会比较贵，所以我一般用的比较少。
由于这次这个面料确实比较少，正常的排版裁片肯定是不行的，所以就需要花大量的功夫去对这个布纹，用边边角角去把这个片裁出来。整个裁片过程完成以后，还只剩下这么一点点的碎布，我还用这些碎布去做了5个扣子，真的是节省到极致了。之后我还裁了一个灰色的里衬，为什么是灰色呢？因为我没有其他颜色了，我也懒得去买，所以就只有灰色了。然后这个粘衬呢，我也用的是一个很省事儿，然后硬度也很高的一个树脂粘衬。为什么不用别的呢？因为我也懒得买，所以就这样了。然后整个裁片就完成了。拼积木的第一步就是把你的积木都整理出来，所以这一步还是去整理一下你的裁片，然后把该粘的粘衬粘上去，然后再把一些褶皱烫平。缝纫的过程呢，就是把每一个大的部分中的小部分去慢慢的给它缝合起来，然后这一件束腰呢，我是先缝的里衬，然后再去缝主体。虽然这一件束腰它的装饰性大于塑形，但是由于我想保持一下它的这个整个形状，所以鱼骨还是少不了的。但是呢，可以不用很硬的鱼骨，所以我就用了这种软一点的鱼骨。并且由于这一次的面料实在是有限，没有多余的面料去在外面做一个鱼骨通道，所以只能就是把鱼骨去粗缝固定一下，之后再用外面的明线装饰去一举两得的把它固定住。之后再用大针具去把上半部分的花边去给它裁一下，之后剩下的就是各个大一点的部分去拼合了，小的都已经缝合完毕了。最后还有一个这个下面的这个大一点的花边，这个花边的话就是所有的步骤就都是需要去手缝的，因为就像前面说的，我想保持它这个体积感，所以就只能去手缝一下喽。在上这个花边前，就先把这个气孔先给打了，另一边我就是先上的花边再打气孔，就有点麻烦，所以这次就学聪明了，直接把这个气孔先打了之后，最后再上花边。
缝上完花边之后，再把这个绑带儿穿上就完成啦。